李登辉两国论隐之后啊，两岸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是非常频繁，在看不见的战场，也就是电子战领域啊，双方交手的次数已经不少了。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台湾陆委会把两岸关系形容为准战争，其实呢，真战争一直没停。台当局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说两岸关系已达到准战争状态布局，引发岛内舆论的一片慌乱。国民党方面呢，赶紧出来指责，要求他不要乱讲话，刺激大陆。邱太三第二天还出来解释说准战争布局不是准战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两岸关系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从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直到现在，大三通刚刚开放之后的那几年呢，两岸关系还算是比较缓和。而在其他的时间里面呢，两岸之间的海空对抗一直都很激烈。前几十年呢，双方爆发海空战的次数很多，频率很高。李登辉两国论隐之后两岸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是非常频繁，在看不见的战场，也就是电子战领域双方交手的次数已经不少了。而且即使在关系比较缓和的那些日子里面，台湾军情局借助有利的时机，向大陆大规模的派遣特务，大肆的策反大陆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国防工业部门的科研人员，给大陆的国防安全、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两岸之间之所以没有从准战争变成真的战争，完全是因为大陆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而保持克制，否则今天的台湾早就被雨点般的炮弹打成一片废墟了。其实呢，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并没有终止，大陆军用飞机进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以及绕台湾飞行这件事情，台湾方面呢也没什么可抱怨或可指责的。早年由于大陆的航空装备没有实现更新换代，对台湾方面的空中活动是比较克制的，所以台湾空军经常派 F-16 战斗机携带侦察吊舱贴近大陆海岸线进行挑衅或侦察。再早一点，当年台湾空军还经常派侦察机深入大陆上空拍摄重要的军政目标，然后把照片提供给美国。著名的黑猫中队甚至驾驶着美国提供的最先进的U-2侦察机，反复的进入大陆的上空，只是在被击落了5架之后才有所收敛，不敢再进入大陆领空了。然而今天的台独分子基本上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其中很多人甚至连书都不好好读，因此对于什么叫战争，什么叫准战争，什么叫军事动能准备，完全没有认知。他们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的诋毁或攻击大陆，似乎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后果一样。这体现了一个社会对政治人物缺乏教育、缺乏教训所会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虽然我们不排除少数台独分子是在美国的怂恿甚至是威逼利诱之下才走上反华道路的，但是绝大多数台独分子从他们的日常言行和表现上看，真的不知道两岸军力的差距如今有多大，也真的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即使在美国军方反复强调美国自己很可能打不过解放军武力干涉台湾可能遭到惨败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台独分子依然毫无收敛。当然了，从今年国庆节以来，这些台独分子似乎也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美国媒体报道说，从10月1号到10月4号，解放军总共动用了超过150架次的作战飞机绕飞台湾或者是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150架次的作战飞机或作战支援飞机已经足够把台湾的某一处城市夷为平地了。如果这些作战飞机的目标不是台湾岛，而是美国和英国部署在附近的航空母舰，那么什么卡尔文森号、里根号、伊丽莎白号3个战斗群恐怕也早就覆灭了。更何况解放军作战飞机在台湾附近活动的时候，美国人也没有拿出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来进行阻止或者是干涉只是躲在大洋彼岸指手画脚罢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在台独分子自己的不断作死之下，准战争变成了真战争，美国军方大概率的还是会躲在太平洋的对岸，一篇接一篇的发出抗议或新闻报道，来表达自己是如何反对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但就是不出兵。到那个时候，躲在防空洞里的台独势力的这些头面人物们，有没有可能对自己多年来的作死行为感到一点点后悔呢？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